魏无羡本来是不想他们陪着的，因为化疗室有一扇窗户可以看得到里面，他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样子，但内心还是希望自己能被陪着。毕竟这5年来，被陪着的日子10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到了化疗室门口，魏无羡还试图将他们劝走，要不你们还是回病房等我吧，很快就好了的。江丰眠说道，阿英，进去吧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其他人也表示赞同，连于子渊也罕见的坚持要等。没办法，魏无羡只好在蓝忘机这里下手。蓝湛，那你去病房里等我好不好？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化疗的样子，很丑的。他将头埋进对方的脖梗里。蓝忘机将魏无羡紧紧地抱着，唇凑近魏无羡的耳朵，我想陪着你，你什么样我都喜欢。等你好了，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魏无羡突然想哭，他怎么了？忘了，蓝忘机才应该是那个最想陪着他的人呐。进化疗室后，魏无羡熟练地躺在床上，任由医生将仪器和针管用在自己身上。药剂注入体内的感觉并不好，一开始只会有轻微的痛感，还在忍受范围之内，到后来疼痛不断累加，痛感不断上升，魏无羡已满头冷汗，脸色更加苍白。忍受力本就异于常人的，再加上多年的经验，魏无羡忍耐能力强了不少，但今天这样的情况是他没有料到的。化疗时间比往常长了一半，药剂似乎也换了，比以前更加难熬。以前魏无羡还可以坚持平躺的姿势，而今天魏无羡双手环抱着自己，用力地抓紧手臂，指甲掐紧筋肉里也不知道。他双目紧闭，整个人都蜷缩在一起侧卧着，身体忍不住的颤抖，仿佛疼痛将要将他淹没，流出来的冷汗浸湿小半个枕头。本因肺部受伤而呼吸不畅，现在医生只好给他戴上氧气面罩，辅助他呼吸。魏无羡觉得他全身的骨头都在叫嚣，相互摩擦着，身体像是被无数的针扎入体内般，刺痛无比，呼吸也成了难事。而站在室外的从人忍不住的红了眼眶。其实在得知魏无羡患上白血病开始，他们都有向专家咨询有关这方面的知识，知道化疗时会十分难受，甚至是痛苦，但当自己真的看到时，还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爱人正在经历着这非常人能忍受的治疗。他们都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将要发生的一切，但终究是高估了自己。当亲眼目睹时，恨不得现在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是自己，让自己来代替他承受这些。蓝忘机从没想过会看到这个场景，他知道魏无羡是一个很能忍受疼痛的人，但这却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魏无羡，疼痛让他不得不蜷缩身体颤抖不止。蓝忘机红着眼将双手放在玻璃上，仿佛希望通过这样就可以抚摸到魏无羡，仿佛这样就可以让他好受点。蓝忘机知道已经处于晚期的魏无羡，做化疗也只是可以多活些10日，但这真的太痛苦了，让他真的很心疼。他双手不断握紧，死死地看着病床上的爱人，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流。待魏无羡做完化疗，他已是全身被冷汗浸湿，碎发被汗水弄得乱七八糟的糊置在额头上。医生护士将魏无羡推了出来，还没等医生说话，蓝忘机便快步到魏无羡病床边，伸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，温柔地将魏无羡凌乱的头发理顺，看似冷静他，其实满是疼惜与劫后余生的慌张。江丰眠的等人看蓝忘机这个样子，便退出房间，与医生询问注意事项了。病人已是晚期了，做化疗也仅仅是尽量的延长寿命，但按照他的身体情况来说，肺部损伤用药物加上好好的休养便可痊愈。可白血病晚期治疗对于病人来说却是折磨，化疗带来的痛苦会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多而增强，副作用也会越来越多。许多家属会为了让病人能多活些日子而选择病人继续治疗。虽然我是医生不应该这么说，但我个人还是建议让病人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，谈何容易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被病痛折磨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看着他一点点的失去生命，本就才重逢不久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为他做点什么了，而现实却给众人狠狠一击，深感无力。而病房里，蓝忘机打好水准备给魏无羡清洗一下身体，病服纽扣被一个个解开，对方的身体逐渐映入眼帘。魏无羡相比两人不久前分开前又消瘦了不少，
身体病态的白莲血管都发青发紫，手臂上的针密密麻麻，已经连成一片，胸部和背部已有不同程度大小的青块，活像是被打了。本来就纤细白净的手，现在却更加的骨节分明，甚至算得上是个手。整天都躺在床上休息的他，却眼下乌青。其实蓝忘机一直都知道这人每晚都痛得难以入眠，但这人偏要忍着不说，甚至还用安眠药让自己安心睡下，自己独自一人面对疼痛。江丰眠并没有将魏无羡的真实情况告诉蓝忘机，只是让他好好照顾他。但蓝忘机也猜到了魏无羡身体状况极为不好，不过他现在只想好好陪着魏无羡身边。